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跟我们多多的互动交流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纪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继文兄。何荣好，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uss， 大家好。好，今天跟3位老师来看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2月28号这一天呢，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出兵攻击了伊朗，到现在已经打了1个礼拜了，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幕？现在还是众说纷纭。那中东的战火呢，也因为这场攻击行动持续延烧当中。美国原本预期呢是要进行一场快速的战争啊，它的剧本呢其实是斩首伊朗高层，然后空袭进行压制，导弹打击迅速拿到制空权，歼灭所有伊朗的海军，就是要摧毁所有伊朗的反击能力，让伊朗投降认输，回到谈判桌上。但有个问题是，美国或川普会不会太过理想了？目前在战场上的发展呢，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美军方面是宣称，他们最近呢，根据数据显示啊，伊朗的飞弹反击发射量已经减少了80%以上。美国海军呢，也集成了30多艘的这个伊朗船舰，战场的优势正在扩大。但在另一边呢，也看到伊朗呢连续发动了几波的攻击，那明显的就是要来报复美国，特别瞄准了美军基地来打击啊，像是导弹击中卡达的铺路爪的雷达，那摧毁多地的美军雷达系统，还有呢，就是在中东第3套的萨德防空系统被伊朗给击毁。无人机跟飞弹也袭击了美国跟以色列总共有27处的基地。伊朗方面也宣称动用了卡德尔380这个导弹呢，击中了美国驱逐舰，但是这个消息呢被美方否认。那更关键的是，原本讲说打4天，到最后川普呢改口说4周，现在呢看的是更久哈，因为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o 评估啊，至少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会打100天，甚至可能会拖到9月。所以现在关键时间2个，一个是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武器弹药。那原本计划当中的这个美国认为的快速胜利啊，现在就是跟时间在赛跑。我们也来看一下川普。那他特别在最新的发文呢，他在他的 Truth Social 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呢，他就说，除非伊朗无条件的投降，否则 no big deal 哦，不用谈了，那没有任何的 deal 可以跟他们谈。所以大使啊，这个美国我们知道他们向来都是速战速决，然后这次呢打伊朗是像快打旋风一样哈，就打了，就是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完全瘫痪伊朗的反击战力啊，但是这几天听到美国一直在强调是，从飞弹的发射量，从他们所摧毁的这些军武的数量，都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伊朗快打不下去了。但真的是如此吗？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就参考一下好了。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已经变成怎么样？以前是战争中的这个宣传机器了。那这个各方都是报喜不报忧，像以色列的话，它已经就封锁消息了。那美国的话，也基本上很多真正的战场情况下，那么基本上都对美国有利的消息了。对，那所以这个现在进入到这个阶段，就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判断。那我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是一场会走上一个典型的战争的一个发展途径。他开始是用外交，然后有一方面觉得这个外交的这个工具不太管用，就把军事加起来，那就既外交又军事。然后既外交又军事的话，如果说在军事的手段那么好，外交手段、军事手段继续持续的话，那就外交手段会被完全放弃。有一方会宣示他要用展现这个战斗到底的时候，就不讲外交了。所以现在就是纯军事，那军事可能要在战场上来分一个较量出一个优劣出来了。对，那输的一方基本上这个弱势一方，你要他完全放弃武器放下投降很困难，除非你把他的这个负责人抓到了，
你把它首都占领了，哎，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一般的对战争了。那如果说军事一直在相持不下的话，那双方就会进行外交，哎，跟军事两条腿共并进的，最后结束。所以现在我认为才进入到这个第3阶段，哎，这就是军事较量的阶段。当然这个时间只有短短7天了，对，从228开始嘛，到今天大概整个1个礼拜。是，那这个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变化比较多的是川普，哎，川普事实上从他表情的变化也非常大，对。那他本来说伊朗说已经要派人跟他们谈了，后来现在他说他不谈了。我觉得不是说他愿不愿意谈，而是伊朗有没有在回应他。而且伊朗也许不愿意谈了。伊朗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不谈了。对啊，哎，就准备打了。所以就变成现在是纯军事阶段。那纯军事阶段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美国是什么保留实力啊。那我认为这个以这种打法的话，这一个阶段美军已经动了全力了。也就是2艘航母战斗群的力量加上以色列的这个力量，大概短短4天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防部官员就出来了，我们攻击了2000个军事目标。你要讲2000个军事目标，那要花多少的这个出动多少架次的飞机？而且 Rubio 这个美国国务卿不是还在公开发表说 Unleash Chain 嘛？对，他用更大规模的武力来摧毁伊朗。更大规模，如果说还有真正就是说美国要更大武力的话，那我们就等着看。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出来。所以大使，你觉得美国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过于乐观了？超出他们原先的预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不是说美军怎么评估啊，因为现在就是美国是一个独裁体制，川普一个人的意志啊。我觉得川普事实上他有赌博的成分，哎，他没有必胜，可他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他所预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一个就变成把这个哈梅尼等48名伊朗的高层政军领袖移过端了以后，并没有发生伊朗的政府失灵或者崩溃瓦解，也没有发生伊朗人民大规模的这个起来推翻现政权然后迎接美国政府让川普一起来决定他们最高领袖是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所以这2个发展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那川普可能是寄望这2件事的话，那就变成就是说，那他是落空了。所以目前的发展似乎没有照着美国或者是川普的剧本在发展这个是不是超出了美方的预期呢 ？Russ， 你觉得？问题是川普在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改口啊。对，没错。所以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目前都不知道。那感觉上是一种见招拆招，看到形势是怎么样，然后他立刻换另外一种说法。认真的说，至少有一个目标是很清楚，那就是要降低伊朗对周边的国家的危险。所以不管川普怎么说，不管他今天接受访问或在社区媒体这么写，对，然后明天有改口的话，但是至少有这个目标，所以即使这个神权政府继续执政的话，那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目标要降低他们对周边国家，不管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还有以色列的降低这个风险了。那的确是美军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即使结束之后，神权政府还在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们的军事能力的确是会变比较弱。OK， 你讲到周边国家因为其实现在这几天大家也在看，就是说，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有2个非常重要的变数一个就是时间的压力，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弹药的库存时间压力上，其实不只是伊朗，特别是对美国是如此因为呢。如果这个战事呢一旦拖长的话，对于军费也好，还有包括油价、国际的压力呢，都会快速累积更重要的是，大家也知道，在11月今年年底，美国有重要的其中选举所以从时间上面来看 ，Russ 觉得哪一个时间点，你觉得必须让川普决定赶快在这个时间以前要处理好或控制下这个局势？
我觉得是在将来几个月了。我的意思是说，将来几个月，川普不会希望这些问题继续进入到夏天，因为夏天之后就是选举的关键时刻。那虽然通常美国选民在夏天不会 focus 在11月初的选举，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认为选举的关键时刻就是在9月初才开始，就是投票日的倒数2个月。但是如果美军正在国外打仗的话，那当然美国选民会继续看这件事情，会关注这件事情。尤其是如果有美军伤亡的人数的话，那当然选民会很关心。而且拖下去，如果打得越久，那个伤亡可能的数字就会越有可能会增加。会增加，但是会增加多少？这个很难预测。但是只要正在打仗，那的确会有美军伤亡，这是事实，川普也知道。所以从政治的算盘来看，那当然川普会希望这次行动在几个月之内就会结束。那现在3月初啊，3月中，那他应该是希望在两三个月。我很难想象川普会希望这个战争会继续打到6、7月份。我觉得对川普来说是不希望，所以不能拖过6月。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呢，那回到这个胜选政府这个问题，我要不要所谓的 regime change 反政府的目标啊？我还是认为这个对川普来说不是第一个目标，如果有的话，美国是很欢迎，但是会比如说会派地面部队来推翻政府，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我认为川普是希望在6月初左右前就会结束。那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你觉得到时候川普会不会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就是直接又在讲？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交接给这个以色列，继续的完成这个目标。当然，不管怎么样，川普会说目标都达成了，这个我们都可以预测了。不管当天情况是怎么样，不管比如说伊朗军方手上还有多少枚飞弹 ，OK， 还有多少架战机等等。不管这个胜选政府还在，那当然到时候川普会说我今天决定结束。我们目标都达成了，他一定会这样说。好，所以一个直接的问题，你简答就好了，就是现在的局面是不是美国或者是川普始料未及的？他没有预料到会演变成现在这个状况，是吗？我不会这么说。你不认为 ？OK， 因为不管川普接受访问或在社群媒体写什么，他当然知道打仗不是那么容易。好。但现在因为川普呢，大家这几天也在问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会不会发动地面作战哈？但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川普也是一样哈，他的说法就是一改再改啊。先前说不排除，但是最近也说呢有点保留哈，说出兵是浪费时间，甚至呢他还放话说呢要扶持库德族的民兵对伊朗发动地面支援，但是现在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回应。好，大西洋月刊呢就指出，伊朗战事正在暴露美国军事能力的衰退迹象啊，这代表美军战斗力不如以往。另一方面，也使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包括传统上美国的盟国呢都表态不会参与。像西班牙，我们举其中一个，西班牙呢就是坚持不开放基地让美军来使用哈。所以回到一个简单的问题，纪文兄觉得为什么发动地面战会这么的困难，会让美军暴露在多大的风险下？我想，首先最明确就是这个美军2021年才从中东地区这个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嘛，特别是阿富汗。然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打了20年哦，美国人的这个消耗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包括有人估计整个阿富汗20年占领时间2.26兆的美元的支出，而且那时候一些资料数据就是平均每个月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费是120亿美元。天哪，大动！这个对美国来讲，大量的国家资源的消耗哦。而且大家注意到，美国总共有军人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大概是前后400万的这个军人。这些军人退伍以后，相关的包括有伤残，有可能战场的创伤，
还各种福利后来的照顾。那2020年的时候，估计大概整个支出其实也很惊人，大概2兆美元左右，而且这笔费用随着时间拖越长会水涨船高。大概2050年的时候，这些上在的这个曾参战过的军人花费大概还要6.5兆美元。是，那这就明摆着这些用兵是非常昂贵，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伊朗是一个大国。164万平方公里，那是台湾的大概，台湾才36000嘛，台湾的45倍。对，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再加上地形很复杂，有1/3是高山和沙漠，然后平原其实不多，也因此你美国要派多少军队介入，我单单就以另外一个国家做这个比较，像乌克兰45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大概16倍。那2025年的数据，俄军投入在乌克兰战场在70万人，试想164万这平方公里的这个伊朗，美国要投入多少地面部队？那美国的地面部队就2025年的数据，陆军大概45万，再加上后备部队和这个国民兵，大概还有40到50万之间。那陆战队大概16到17万，你要多少比重要用在这个伊朗这个地方？因此，就伊朗的整个国家地理状况、它的地形，还有你美国的能动用多少的军队，再加上刚才有讲到这个弹药问题，哇，这个对美国来讲，如果要打这样一个规模的地面战争，我认为以他目前的准备时间是严重不够。因此，这个我普遍认为是美国积极要避免这个部分，因此宁愿去收买库德人帮他打地面战争。我认为在理性的思维范围里面，他是不会派美军地面部队介入的，所以发动地面战的可能性是极低啊，极低。那这2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我进一步请教你啊，因为张金义啊这位现在常驻在中东的记者啊，他就提出了他的观点。那他说呢，这个美伊两国现在有传出说，为了要快点打趴伊朗，不排除考虑要动用战术性的核武啊，但是如果一旦动用的话，这个兹事体大，你怎么看？我认为战术性核武是不太可能，特别是这个俄乌战争打到这个份上，那俄国人也常常暗示，说我要不排除用战术核武，但打到现在，哪怕攻坚几个绞肉机般的战役，我们也可以看到俄国人其实没有动用战术核武，因为毕竟这是他潘朵拉的魔盒，没错。如果一旦打开，这个后来的战事升级远非你战前所想象和计划。因此，这个红线，我认为不只是俄国人，我想美国人、以色列人，他对于这个重要的红线也是不敢轻易碰触。是，确实啊，因为如果真的是动用了战术性的核武的话，恐怕我们真的要想的是，会不会因此而引发第3次的世界大战啊？但是现在在伊朗的这个整个战场上的局势呢，确实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当初所想的伊朗其实蛮好打的，事实上并非如此。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